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23号，视频来讨论一下比特币这一个非常出名的高斯通道线，在5天的 K 线里面，这2周已经转绿的结构下，那这一波牛市它延续的时间会不会接近600天？因为去年在底部抄底的筹码，个人的仓位现在是非常的重哦，包括当时在这一个低点的位置，15K 抄底的比特币期货的多单，目前还是选择坚定的给我持有住哦，或者是等下来跟家人们聊一下这个高斯通道线在历史上里面还藏着哪一些秘密，以及比特币什么时候二浪调整到位。今天视频在利用周线的这一个波浪理论来跟家人们分享一下。前面是有朋友在问，为什么这个绿色的浪形是在3万附近，是跟家人们有判断过一次，有可能这个位置是1、2、3、4、5的5浪高位哦。那这个浪形到底是怎么数出来的？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斯通道线，有些朋友前面也是有在问，它现在转绿，难道没有可能再跌破到这一个绿色的通道里面吗？是有可能哦，不过我们要思考一下，看整个比特币长达1年多，从历史里面去找经验，因为历史会重演，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一句话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方底部的空间，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我是觉得支撑是非常的强，就是 25K 附近。我们要思考一下主力在底部的整个区间它的行为，特别是这个 20K 跟这个 FTX 交易所黑天鹅事件这2根暴跌位置主力的行为，我们要思考一下，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不马上急着拉上去，而在这个位置是急着拉上去？因为前面它在这一个2万下方整理积累的区间已经是时间非常的长，然后利用 FTX 交易所事件崩盘到位以后，他可能是觉得筹码积累的还不够，重新在这个位置积累突破，就是说明前面的这些全部都是主力的积累区。那我是想跟大家讲，这个位置主力的行为跟这个位置主力的行为是不一样，崩盘它是为了继续积累，然后这个位置崩盘也是为了洗一次短线，就是这个位置主力的意图，它是利用就1周左右的时间，马上2根 K 线就脱离了这个2万，所以我们思考一下，主力会重新再压到这么低点的位置，让很多散户再接到2万左右这么便宜的筹码吗？从这一个 K 线到这2根 K 线，已经看出主力的意图是非常的明确，就是不想让很多人重新接到2万左右这么便宜的筹码，所以我个人观点应该是下不去哦。那我们要再思考一下，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希望朋友们去抄底？其实这个高斯通道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就眼睛明白的看过去，红色的通道是不是每次的时间都是有高度相似性？这是一个时间点啊。那还有一点，我们思考一下，前面也是有朋友有看到我的那一个产量减半的那一张图，有朋友是非常的聪明啊。他是说，为什么历史上每一次比特币底部见底的时间都是大约在1月份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这个比特币的底部，它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在2015年的1月份？所以有时候这个市场是存在一种自然现象。那既然有自然现象，我个人观点，我们就应该逆向来操盘这个比特币，而且我们再配合它的时间，就是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的时间，横轴的时间是1年多，如果再配合空间是接近超过70%，我个人就觉得非常的舒服。我们也可以看一下2019年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它的时间也是1年多，然后高点到低点的空间也是超过70%。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高点到低点，或者是这个低点的时间也是1年多，空间呢也是超过70%，一般是80%有可能。差不多底部就是底部。然后我们重点再来聊一下这个高斯通道5天里面的转绿后面它上涨的时间哦。我这边画的一个时间现在也是不明确，到底会不会600天？600天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在2025年的1月份。当然现在是还在整理啊，我也是在判断它如果在这边 ABC 会不会到10月份有没有一波上涨，因为高斯通道线每一次在历史上的10月份也是观察出来会有一些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2019年这个高斯通道线转绿的位置到这个顶部啊，就我不算这个6万9，就这个位置差不多是600天。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也是高斯通道线转绿的位置到这个最高点，它是740天。2012年也是啊，这个高斯通道线一般如果转绿的结构下持续一波的时间会非常的长，因为时间周期是在5天，它不是在1日或者是2日或者是3日的一个时间周期里面。或者是朋友也可以去看周线的这个高斯通道线，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这边突破完以后，它一般有回撤都很少去踩这个上轨啊，甚至来到高点的位置的时候踩这个上轨的位置也没有破，是很接近这个上轨。不过如果有接近上轨的位置，特别是来到非常非常高的位置，接近上轨的位置，我们就要小心，有可能像这种回撤就是熊市可能要开启了，特别是在测这种上轨。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到整个2017年的比特币顶部的高位，它是测了这个上轨的位置，有可能预示着空间涨得这么高，这种跌下来，那后面我们就要小心，有可能每一次高点都是空单开空的位置。当然底部刚起来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这边突破的位置，这个位置有压回这个上轨，不过也还没有转绿，后面转绿完以后压回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整个区间其实好几次压回的位置都是很接近上轨的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买点，因为底部起来空间涨幅并不多，如果涨了10倍20倍，到时候我们有可能就要小心。那我们再细心观察一下高斯通道转绿开始以后，在历史上每一次一半的位置或者接近1/3的位置，因为我是有细心看了一下，这是这个位置啊，是在2016年的10月份，它也是接近是不是分流要开启的位置，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的10月份左右这边开启，就是当时山寨币分流行情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我现在个人也是在判断，目前2浪洗盘有没有可能会洗到10月份。我们可以把这些全部关掉嘛，或者把这个白线的也关掉。就这个绿色的波浪理论，有些朋友可能搞不明白，我到底是怎么数出来这一个绿色的浪形。我们要遵守3浪，艾略特波浪理论书籍如果有看过的话，大家应该知道，3浪不能是最短的一浪，他没有说3浪必须是最长的，但是3浪是不能最短啊。那3浪里面我们也要遵守，3浪里面应该也是会有1、2、3、4、5。所以为什么这个绿色的浪形这样子来数？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1浪是到这里，然后2浪如果是到这里，3浪我们要怎么来数？数到这个高点，我感觉也不对，因为后面的浪形就不好数了，特别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起，或者是数到这个高点，就是这个位置是到3浪，然后后面的4浪，这边5浪要怎么数？5浪或者是也可以这样数，1、2、3、4、5也可以哦。不过我个人就是这样子来数，我们可以看一下1、2。然后3浪是到这里，4浪回撤到这里，然后这边是5浪。至于3浪里面为什么数到这里，就是3浪里面还有一个1、2、3、4、5，我个人是这样子来数。不过最终都一样，就是这个高位有可能就是目前整个大1浪，然后现在是不是在走一个 ABC， 在 ABC 或者在 ABC， 就是整个结构有没有可能在2浪里面走一个3的一个2浪的一个结构，或者是335，或者是什么，反正很复杂嘛，你就把它看成一个区间整理的结构。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最近短期比特币日线的形态哦，是这样子，我们细心观察一下，这整个区间开始有没有转好的迹象？从这一根插针开始是很明确的表态，既然针下影线拉得这么长，那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如果它收盘是基本上能维持在这个下影线上方，那么可以很明显观察一下，只有这一根收盘是收在这一个 K 线的影线里面哦，大部分的时间全部都是收在这个下影线的上方，所以说明
这下方阻力有可能就是陷阱。另外，我们再数一下它的 K 线，从这一根 K 线开始，前面都不看啊，一根红的，然后就有2根绿的，一根红，一根绿，一根红，2根绿，一根红，会不会再来2根绿？所以从 K 线里面也可以很明显观察，就是绿色的 K 线是占大多数，有可能就是代表主力不想让它再破这个位置。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